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大家好，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本在个人成长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书《原子习惯 Atomic Habits》。它的作者是詹姆斯·克利尔 （James Clear）。詹姆斯·克利尔是一位著名的习惯研究专家，他不仅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深入探索了习惯的力量，还将其转化为一套系统且实用的理论体系，帮助无数人改变了自己的生活。这本书的价值不可估量，它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，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更好生活的大门。在当今这个快节奏且充满挑战的世界里，我们常常渴望改变，渴望变得更好、更优秀、更富有，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。然而，很多时候我们却不知道从何下手，或者在尝试改变的过程中屡屡受挫。原子习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方法，它告诉我们，巨大的改变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源于我们每天微小的习惯。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原子习惯，就像一颗颗小小的原子，当它们汇聚在一起时，却能产生足以改变我们整个人生的巨大能量。它可以让我们从迷茫中走出来，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成长之路，帮助我们实现那些曾经看似遥不可及的梦想。说到这里，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？想要养成每天锻炼的习惯，却坚持了几天就放弃了；想要多读书，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，可是一本书翻了几页就放在那里落灰了。为什么我们总是难以坚持那些对我们有益的行为呢？让我们来看看著名作家村上春树的故事。村上春树在成为作家之前，经营着一家酒吧，过着昼夜颠倒的生活。然而，当他决定开始写作后，他为自己建立了一个每天早上4点起床写作的习惯。无论前一天多么忙碌或者身体多么疲惫，他都雷打不动地执行这个习惯。正是这个看似简单的原子习惯，让他能够持续输出优秀的文学作品，最终成为了享誉世界的作家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习惯的力量是无穷的，而《原子习惯》这本书将为我们揭示其中隐藏的秘密。第一部分，习惯的复利效应，小习惯，大改变。原子习惯首先向我们阐述了习惯的复利效应。克利尔指出，我们每天做出的行为，无论是好是坏，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复利，就像我们在银行里存钱一样，每天存一点点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利息会不断累积，最终变成一笔可观的财富。习惯也是如此，每天进步一点点，积累下来就会产生巨大的改变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这种复利效应与大脑的神经可塑性有关。我们的大脑具有很强的可塑性，当我们重复一个行为时，大脑中的神经元之间会建立新的连接。随着这种重复的持续，这些连接会变得越来越强，使得这个行为变得越来越自动化。这就是为什么习惯一旦形成，就很难改变的原因。同时，这种复利效应也符合我们人类对即时满足和长期收益的权衡。当我们刚开始培养一个新习惯时，往往看不到明显的效果，这会让我们的内心产生一种挫败感。但是，如果我们能够理解复利效应，就会明白这些微小的进步正在悄悄地改变着我们，只是需要时间来显现。那么，我们该如何利用这种复利效应来培养好习惯呢？克利尔在书中给出了一些实用的方法。首先，我们可以从微小的改变开始。比如，如果你想养成阅读的习惯，不要一开始就设定每天阅读1个小时的目标，可以从每天阅读5分钟开始。这个目标看似简单，但它的关键在于容易达成。当你每天都能轻松地完成这个目标时，就会逐渐建立起对阅读的信心和兴趣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可以逐渐增加阅读的时间。其次，我们可以利用习惯叠加的方法，也就是在现有的习惯基础上叠加一个新的习惯。例如，你每天早上起床后都有喝咖啡的习惯，那么你可以将阅读这个新习惯叠加在喝咖啡之后。当你喝完咖啡，就坐下来阅读5分钟。通过这种方式，你可以利用已有的习惯来推动新习惯的养成。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，它降低了我们培养新习惯的难度，让我们更容易坚持下去。而且随着习惯的不断积累，我们会发现自己的生活逐渐发生了改变。比如，你可能会发现自己的知识面变广了，思维更加开阔了，甚至在工作中也能运用到从书中获得的知识。这种小小的改变，就像一颗投入水中的石子，会在生活中激起层层涟漪，最终带来意想不到的积极结果。第二部分，习惯的4大核心要素：提示、渴求、反应和奖励。克利尔在书中提出了习惯的4大核心要素：提示、渴求、反应和奖励。这4个要素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习惯循环，它们相互作用，共同影响着我们的行为。从心理学上讲，提示是触发我们行为的信号，它可以是外部环境中的某个事物，也可以是我们内心的某种感受。当我们接收到提示后，大脑会产生一种渴求，这种渴求是一种内在的动力，促使我们去采取行动。反应则是我们具体的行为表现，而奖励则是我们从行为中获得的好处。
它可以是物质的，也可以是精神的。这个过程符合我们大脑的奖赏机制，大脑会倾向于重复那些能带来奖励的行为，从而逐渐形成习惯。了解了这4大核心要素后，我们就可以有针对性的设计我们的习惯养成策略。1、提示方面，我们可以主动创造有利于好习惯养成的提示。例如，如果你想养成健身的习惯，可以提前准备好运动装备，放在显眼的位置。当你看到这些装备时，就会提醒你该去运动了。或者，你可以在手机日历上设置提醒，每天到了特定的时间，就会弹出提醒你去健身的消息。通过这种方式，我们可以增加好习惯的提示频率，让它更容易进入我们的视线，从而触发我们的行为。2、渴求方面，要深入挖掘我们内心对新习惯的真正渴望。比如，你想要减肥，可能不仅仅是因为想要变瘦，更是因为你渴望拥有健康的身体、良好的体态以及自信的心态。当你明确了自己的真正渴求后，就可以在脑海中不断强化这种渴望，让它成为推动你行动的强大动力。你可以在每次想要放弃的时候，想想自己渴望的那些美好事物，以此来激励自己。3、反应方面，设计简单易行的反应是关键。对于一个复杂的行为，我们往往会因为不知道从何下手而感到畏惧。例如，如果你想开始学习一门新的语言，不要一开始就给自己设定过于复杂的任务，可以从学习一些简单的单词和短语开始，每天学习几个，然后逐渐增加难度。这样简单的反应让我们更容易上手，并且在完成之后会获得成就感，进一步增强我们继续下去的动力。4、奖励方面，及时给予自己奖励是巩固习惯的重要手段。当我们完成了一个小目标后，可以给自己一个小奖励，比如吃一块喜欢的巧克力，或者看一集喜欢的电视剧。这种奖励会让我们的大脑将新习惯与愉悦的感觉联系起来，从而更愿意重复这个行为。通过巧妙地运用这4大核心要素，我们可以更好地掌控自己的习惯，让好习惯逐渐取代坏习惯，为我们的生活带来积极的改变。第三部分，环境的力量，塑造习惯的隐形之手。环境在我们的习惯养成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。克利尔强调，我们所处的环境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的行为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环境中的各种因素会不断地向我们的感官传递信息，这些信息会触发我们大脑中的相关神经元，从而影响我们的行为。例如，当我们身处一个充满噪音和干扰的环境中时，我们很难集中精力去做一些需要专注的事情。相反，当我们处于一个安静、整洁的环境中时，我们更容易进入专注的状态。而且，环境中的某些元素会与我们过去的经历和记忆相关联，从而引发我们特定的行为反应。那么，我们该如何利用环境来塑造我们的习惯呢？优化物理环境，我们可以对周围的环境进行整理和布置，使其更有利于好习惯的养成。比如，如果你想养成阅读的习惯，可以在家里专门设置一个阅读角，在这个阅读角里放置一个舒适的椅子、一盏柔和的灯光和一些你喜欢的书籍。当你走进这个阅读角时，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要坐下来阅读。又比如，如果你想控制自己吃零食的欲望，可以把零食放在不容易看到的地方，或者干脆不要在家里存放零食。通过改变物理环境，我们可以减少那些不利于好习惯养成的因素，增加好习惯的触发机会。2、选择积极的环境氛围。除了物理环境，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也会对我们的习惯产生影响。如果我们周围的人都是积极向上、热爱学习的人，我们也会受到他们的影响，更容易养成良好的习惯。例如，你可以加入一些学习小组或者兴趣社团，在这样的环境中，你会感受到一种积极的力量，激励你不断前进。而且，在这样的环境中，你还可以从他人身上学到很多关于习惯养成的经验和技巧。3、创造有利于习惯养成的情境。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特定的情境来促进好习惯的养成。比如，如果你想养成早起的习惯，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个情境，每天早上醒来后，先喝一杯温水，然后进行简单的拉伸运动。通过这种方式，你可以将早起与一系列积极的行为联系起来，让早起变得更加容易。利用环境的力量来塑造习惯，可以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，使好习惯的养成变得更加轻松和自然。第4部分是习惯追踪，让进步看得见。习惯追踪是原子习惯中另一个重要的概念。克利尔认为，通过追踪我们的习惯，可以让我们对自己的行为有更清晰的认识，并且能够看到自己的进步，从而增强我们坚持下去的动力。从心理学上讲，习惯追踪可以满足我们内心对自我掌控感和成就感的需求。当我们看到自己在某个方面不断取得进步时，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满足感，这种满足感会激励我们继续努力。而且，习惯追踪可以让我们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和调整。当我们发现某个习惯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时，可以及时分析原因，并做出相应的改变。那么，我们该如何进行习惯追踪呢？1、使用习惯追踪工具。现在有很多习惯追踪工具可供我们选择。
比如一些手机应用程序。这些应用程序可以帮助我们记录每天的习惯完成情况，并且可以生成图表，让我们更直观地看到自己的进步。例如，你可以使用一款健身应用程序，记录自己每天的运动时间、距离和消耗的卡路里。通过这些数据，你可以清楚地了解自己的运动状况，并且可以设置目标，挑战自己。建立习惯打卡表。除了使用应用程序，我们还可以自己制作一个习惯打卡表。在这张表上列出你想要养成的习惯，然后每天在相应的位置打勾或者标记。这样，你可以随时查看自己哪些习惯完成了，哪些没有完成。比如，你可以制作一个每天学习英语的习惯打卡表，记录自己每天学习的内容和时间。通过这种方式，你可以对自己的学习进度有一个清晰的了解，并且可以设定奖励机制。当完成一定的目标后，给自己一个小奖励。定期回顾与反思。习惯追踪不仅仅是记录，更重要的是定期回顾与反思。我们可以每周或者每月对自己的习惯进行回顾，看看哪些习惯已经成为了自然而然的行动，哪些习惯还需要加强。对于那些没有完成好的习惯，要分析原因，是因为目标设定过高，还是因为缺乏动力，或者是其他原因。然后根据分析结果，调整自己的习惯养成策略。通过习惯追踪，我们可以让习惯养成过程变得更加透明和可控，让进步看得见，从而更好地激励自己坚持下去。第五部分，习惯的演变与身份认同，成为你想成为的人。在原子习惯中，克利尔还深入探讨了习惯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。他认为，我们的习惯最终会塑造我们的身份，而我们的身份又会反过来影响我们的习惯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我们的自我认知和身份认同是由我们的行为和习惯所塑造的。当我们重复某种行为时，我们的大脑会逐渐将其与我们的自我形象联系起来。例如，如果你每天都坚持锻炼，你的大脑会开始将你视为一个热爱运动的人。这种身份认同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，它会影响我们后续的行为选择。当我们认同了某种身份后，我们会更倾向于做出与之相符的行为。那么，我们该如何利用这种关系来促进习惯的养成呢？改变身份认同。如果我们想要养成某种好习惯，首先要改变我们的身份认同。比如，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健康的人，那么你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养成一些表面的健康习惯，如偶尔锻炼或者少吃垃圾食品。你要从内心深处认同自己是一个健康的人，并且将这种认同融入到你的日常生活中。你可以通过阅读健康相关的书籍、关注健康资讯、与健康生活的人交往等方式来强化这种身份认同。当你认同了自己是一个健康的人后，你会发现自己会自然而然地做出更多有利于健康的行动。从小事做起，改变身份认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我们需要从小事做起，逐步积累。例如，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有创造力的人，不要一开始就试图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创造。你可以从小小的创意行为开始，比如每天想出一个新点子，或者尝试用不同的方式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。通过这些小事，你可以逐渐改变对自己的认知，让自己认同自己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人。持续强化身份认同。一旦我们开始改变身份认同，就需要不断地强化它。我们可以通过不断地重复那些与新身份相符的行为来巩固这种认同。比如，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有耐心的人，当你遇到困难或者挫折时，要提醒自己要有耐心，并且尝试用耐心去解决问题。每一次这样的行为都会强化你的身份认同，让你更加坚定地朝着这个方向发展。当我们成功地改变了自己的身份认同后，习惯的养成就会变得更加容易，因为我们的行为会自然而然地与我们的身份相匹配。我们不再需要强迫自己去做出那些有益的行为，它们会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。总之，《原子习惯》是一本充满智慧和力量的书籍，它向我们揭示了习惯的力量，以及如何利用这种力量来改变我们的生活。书中所阐述的关于习惯的复利效应、4大核心要素、环境的力量、习惯追踪以及身份认同与习惯的关系等核心内容，为我们提供了一套系统而完整的习惯养成方法。这些方法不仅有坚实的心理学依据，而且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。如果你也想改变自己的生活，如果你也想实现自己的梦想，那么我强烈推荐你们阅读《原子习惯》。不要让这本书只是静静地躺在书架上，而是要把它拿起来，认真的阅读，并且尝试运用书中的方法去培养好习惯。相信我，当你开始行动时，你的生活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记住，伟大的成就源于微小的习惯。不要小看那些看似不起眼的行为，它们就像一颗颗小小的种子，只要我们用心去浇灌，就会长成参天大树。让我们从今天开始，从现在开始，一步一个脚印地朝着更好的自己迈进。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们会成为那个我们一直想成为的人，过上我们梦寐以求的生活。加油！